大清早，房东师傅把我送到机场，今天要前往巴拿马。这有点有爱吧？天哪！ Le sugerimos por favor leer las redes de Spain. En la unidad de servicio de su asiento encontrará una luz de lectura y un timbre de llamado para solicitar nuestras。在哥斯达黎加来不及看那圣何塞城和完整的火山，终于可以在飞机上一览它的风采。下次再来吧。 巴拿马离哥斯达黎加很近，所以飞起来不多时，我们就抵达了巴拿马的上空。这座城市也是中美洲少有拥有城市天际线的都市之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又来到了这个托库门机场，托库门，这个感觉是什么世界？这次在这个机场的另一端。 这儿也有个名创优品。巴拿马呢是中美洲唯一需要填那个入境申请表的一个国家。刚才走出去又被送回来，而且我刚才护照被送进小黑屋了，不过很快又拿出来了，还蛮顺利的。我们机场出来呢，去充那个交通卡，结果充进去以后，他说那卡好像不能用，那个机子是坏的，所以我还得去服务中心搞定这个事儿呢。现在坐上的是机场的摆渡线，它是到一个站中转去烂2烂1号线、2号线，对，它有2条地铁。还可以吧，还算顺利。这边的感觉也和哥斯达黎加差不多，都是那种雨林。巴拿马的地铁很新，跟国内的一些新线差不多。 我终于出来，太不容易！我买个汉堡王，结果他给我搞了3个汉堡。我说我就要一个，你在搞什么东西？又搞了半天。那终于从1号线出来了，它是2号转1号嘛。哇，这边好高级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就进入了我说的那个巴拿马的市中心那一块。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海边沿岸的不是都高楼吗？那这一块开始其实就是高楼区了，完全和2号线覆盖的区域不一样的。 这些建筑，我酒店应该就在这里啊，万豪在这边 ，OK。看我的位置，对，我得重新定位一下，然后连一下这儿的 WiFi。其实是我现在对这个阈值太高了，就是我对，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啊，这个东西现在都 OK 了。但其实我觉得换个普通人。 普通朋友来旅游的话，看到我这些事儿会觉得今天还挺不顺的。但我现在真的对这些东西撒手要小意思啦。很开心，我终于来到了巴拿马。巴拿马这个城市还是挺不一样的，在中美洲里面，因为它确实是个大港口嘛，衔接着中美洲和南美洲，它又有巴拿马运河这种如此厉害的，对吧？ 交通枢纽在这儿，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也好，地理咽喉也好，都很重要。这 WiFi 好慢啊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浴室，这是什么奇怪的浴室啊？好大，太夸张了，感觉有点像007皇家赌场那集里面那个伊娃在那边抱着哭淋浴的那个洗浴室，这楼顶是有洗衣房的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泳池，这还挺重要的。不是泳池，就是洗衣房。虽然泳池不大吧，但是没有但是，我赶紧去运河吧。这儿能洗衣服就很好，我就不用拿到外面去洗了。我想说，其实是巴拿马明显就比之前几个国家要闷热很多。首先潮湿，第二就是热。 加起来就跟新加坡差不多吧，感觉可能比新加坡还要潮湿那么一点点，很不舒服。但是也是刚才下了一点点雨和之后要下雨的前兆吧。哇，好闷啊，就气压很低。
顺带一提的是呢，巴拿马这个地方的汇率是和美元一模一样，1:1，所以它不管找的是美元的硬币还是本地的硬币，都是可以直接通用的。但是它经常会纸币找的是美元，所以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别的别的那个纸币的币种。但不重要，反正现在我手机也没有网，就看我们能不能顺利到达那个巴拿马运河吧。我大概要坐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大概是51分钟。巴拿马的地铁系统是少有的潮湿而闷热，不过整体基建感觉还不错，你觉得呢？这一站呢是1号线的终点站，无数的人在这边下，因为这边呢还专门有个机场。是服务于巴拿马运河的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吞吐量嘛，肯定有很多货运或者相关的外贸人员需要出境。那如果从土库门过来，其实还是蛮不方便。像普通的客运嘛，那肯定就是像我一样土库门入境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无数的巴士停在这里，是超大一个巴士站。除了货运呢，还有很多人的那种载卸。这边也是一条非常大的主干公路，全部其实我觉得很多，我不知道 GDP 是多少，但是我觉得很大的经济体量都是服务于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个港口。现在我要去找到那个巴士站，好像也不是很好找，我去看吧，因为大家好像都是在这里谋生计，只有我好像来这边是旅游去看一下巴拿马运河。特地跑过来的人可能也没那么多。之前听说有人转机过来半天，就打车直接过去看一眼，赶紧回去机场，这样是有的。哦，好闷啊！看这个乌云就知道要下雨。我这个地方真的很复杂，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。我不确定我真的能找到我要坐的车哦。哇，这看起来都是一些长途巴士。应该去巴拿马的其他城市的。哦，这有点像一个批发市场，有点像义乌味。OK， 让我去找一下这个巴士在哪里坐。这里的司机和工作人员一如既往的很热情，所以让我很快找到了巴士。现在有趣了。因为那个地图的 GPS 有点问题，所以导致我错过了一站。那这一站它又是直接走路走不回去的，所以我只能在对面的巴士站等一车回去，很尴尬。因为这是一条公路，所以我不能用走的，不然会被撞。看了一下，只有600米，而且我这站刚才有几辆巴士过来，他们根本停都不停。其实我招手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，所以我决定在这条没有人行道的奇怪的上坡走一下子好了，但是最终它要并到那条主线去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可能有些危险，但是我先走走看吧。就这条路也没什么车，但是等会儿要并到隔壁路那条去，那是条主路，就很多车，所以这边走300米，并到那边还有300米，300米大概走多少分钟呢？2分钟，所以2分钟内走快一点，希望不要被车撞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地方也太神奇了吧？为什么会在这里会有一站？我还是想不通。耽误。而且就算是我的国内的卡在这儿有信号，也就1-2格，而且经常会断掉。现在又碰到一个困境，就是这里是走不下去了，我要走到对面去，但是对面车好多，我现在过不去，比较麻烦。千辛万苦，我从对面草地又跑到这边来，看起来是条正确的路，但是现在离它的关门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船现在通过，我们先去看一眼吧。至少这是有人行道的地方，我就觉得安心了很多。走进去大概还有10分钟，所以看看吧，看看够用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一个变电所供电站，当然需要很大的电量了，这儿是那些闸门啊都需要很大的那个。这个地方是禁止飞无人机的，可想而知嘛，100%是。哇，前面那个是轮船吗？哇，好大哇！这运的是什么？好像是那个风力发电机的那个扇叶吧，那么长。对，哇，太帅了！刚好就看到一辆船过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运的。unbelievable。
这有保安，但是他也不管我，所以应该是走这条路吧。但是我总觉得怪怪的，也没有别人像我一样在这儿走。就你看那个地方哦，你就觉得这个感觉是个高速公路上有什么东西运进来，那其实整个都是一条大船。这儿的船的吨位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，日常想象。哦，这肯定就是那个叶山，感觉这个形状很相似哦。虽然看不懂，但我感觉这是不是水里有鳄鱼啊？哦，蛮可怕的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巴拿马运河的闸门吧？哎，我应该要从这边进去吗？这边好像上面可以上去的样子。哦，这闸门后面是这样一个湿地，这儿有鳄鱼很正常吧？我觉得。哎，不对啊，也不是，外面是海哦。那这个鳄鱼是，哎，有一只白鹤，这水声系统还是很不错的。能直接看到鳄鱼吗？有点慌。那他说有，肯定是有的了。我们现在看不到，太感动了！我看到了 Visitor Sea 啊，那确实就这是游客中心了，完美，顺利的到了，那搞得我都有点慌张，而且后面那个站一直警报在响，诶，这是什么？双只呆头，哇，好多啊！我刚想说2只，其实好多啊，所以这有很多旅游巴士。但只有我一个人是靠走进来的吗？哦，那个巴士应该就是什么810，就是说起这巴拿马运河呢，最早因为技术原因，好像法国和英国都尝试过，记错了不要怪我。然后最后是美国的一个技术，就是怎么样让它泄洪啊，怎么样让它抬水位啊，让船过去这样的一个想法吧。在当年来说，现在可能大家不会觉得是什么高科技，但是当年来说，这种是非常厉害的想法。所以好像川普说上台以后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，哇，这辆是福特的那个吧，好帅呀！男人不管多少年纪都是一样。刚才看到那辆福特的车以后，大中小3个人就开始在这边拍车，然后互相问。这是今天的过船时间，所以最后一班是5点15分，还是可以等一下看。现在就上去看，然后你可以选择先看电影，也可以选择先看船的。当然，先看船了，电影对我来说不重要。电影其实在网上你就可以搜到那些东西，所以就咱们先往上看。刚才已经有艘船进来了，所以抓紧去看一下。反正都是走私。他们是不是人更多？就在这儿也能看到。OK， 上面其实没什么位置。El otro requerimiento importante es el pago del peaje por adelantado. My friends, there are 2 main requirements to transit Panama Canal. One of those to have a canal pilot on board. 好，下面还有位置可以坐，然后去下面坐着看。那下面的这个广播正在一边介绍，这船是进入第1闸门了，待会儿要升上去进第2闸门。这个非常的关键，在这个机械结构上。具体我也是忘了，其实远处还有一道，那个是完全集装箱的，非常的震撼啊！这个工程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等这个拖车把这个船慢慢往里面拖，然后在这个闸门里面水位要降下去，才能降到跟内陆水位一样的状态。这个就是关键。而这2个闸门大家看可以，它是往外顶的嘛，它就自动把那个水给顶在外面了，就靠水压来让它不造成上下水位有差和这个闸门的松动，非常巧妙的设计。其实你到这儿的时候，你会以为这个巴拿马运河是一个很壮观的东西，但它其实是一条非常窄的运河，它只有两个船道吧，对，两个船道，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附属那种隐藏船道，但主船道就是2个，然后每一个船运公司呢都需要去买这个通道
过场券嘛，算是非常的贵。然后一天它只能排，我不知道多少班，可能20、30、30、40，或许多少船过去。每天它有那个份额卡住的，所以任何要通过南美，就是这边是什么太平洋，再过到内陆去加勒比海，如果再到大西洋与北美洲的话，你就是需要过这个的，就是东岸的话，对。这上面在报人名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国家名他们在欢呼啊，不过没听到中国人。这边有响铃，是不是这边就要开始拖了？ OK， 他说要 open the gate 了。哇哦，第一层大门先打开，后面先打开。非常的缓慢。后面那个大门打开的稍微快一点，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水泥已经有一些腐朽，这个门是有多重啊！船开始非常缓慢的向前，这个真的是需要引导的，不然它两边很容易就触墙。这种吨位的船一旦撞墙，我觉得后果还是挺严重的。 之前应该有发生过。哇，这个轰隆隆的声音就降到和内陆水位一样高的时候，第二道闸门才能打开。那现在它就平稳通过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大呀，这船。 啊，主船队终于过来了，帅！他们还在打招呼。啊，原来后面也有2部车是帮他载拖的。这里还有一面照片墙，非常的好玩。这个闸门啊，抽干水的时候好帅啊，超级深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去看那个IMAX 的3D 电影，还有3D 没有4D 应该是可以喷水的那种实景。对于我们的问题呢，就是得眼睛套眼睛了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3D 的电影，这都是在国内看2D 版。哦，挺大的影厅啊，就是一个标准电影院。 那平常是不是可以放点别的电影大家一起看？就工作人员的闲的时候。看完了这个电影，大概有45分钟，然后空调还是其实有点冷，但是它开头呢先讲了一下历史，最早从西班牙殖民时代开始，到后来法国去建这个没成功。 然后美国，包括说了一些关于本来巴拿马是属于哥伦比亚的，后来独立出来的一个状态。那这个我其实以前也是不知道的。那包括他建了新的河船道，就是因为这个轮船不断的变大嘛，就货轮不断的吨位变得越来越大。 然后他不得不到新的，当然后来引进了新的技术，然后重点还是在工程。那后15分钟呢，他讲的主要就是一个巴拿马的历史，还有一点相关旅游介绍的这种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可以看一看这种像纪录片，网上应该是找不到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呢，我要去浅吃一个饭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。 巴拿马城非常的绚烂，让我觉得有点像在现在下雨了，让我觉得有点像在新加坡。
这个气候也像这个高楼啊，包括这个绿化呀，这一片区它真的是规划的很好，很漂亮，一看就是高档住宅啊、高档酒店，所以就大家会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就蛮像新加坡的。那我现在随便走走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手机没有网了嘛。我虽然看到了几家酒店，但是也不确定哪家好吃，所以就走哪儿算哪儿，找一家吃就好。这个是一个什么 Tower Bank 塔银行。那其实呢，这些卫生程度肯定还是不能跟新加坡比，包括一些路吧，修的好像还是差点意思。但是你就感觉这种灯火啊、高楼啊，就是还是有那种新加坡那味儿的。而且呢，这儿有很多上坡下坡，因为它也是有山的部分，就更像新加坡。前面我会带大家看一个非常搞笑的东西，我本来是没想到，就是这个建筑，大家猜这是什么？然后我们走到正门你就知道了，这是我在地图上突然发现的一个东西。当当当当，巴拿马 W 酒店，W 酒店巴拿马店应该这么说。是2天1晚吧，318起。那我记得 W 和那个操，雨越下越大了，完了，我得找个地方躲一下。哇干呐，我这个运气真的无语了，怎么会下这么大的雨嘛？但是算了，欣赏一下热带的雨景吧，它应该就一阵一阵的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下雨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凉快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吹会儿风。顺便感受一下热带的雨季。我想回头算了，但是我觉得前面的那个霓虹灯牌那么亮，然后我还看到了肯德基，我觉得往那边去应该不会有错。虽然现在还有点下雨，但是还是往那边走一走吧。其实前面的位置呢，就是偏海边的部分，不过海边大家都知道是刚刚我拍过，就是高楼大厦嘛。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，你可以看到所谓巴拿马天际线。其实我来之前我一直不知道，就巴拿马有什么天际线可以看。来之后发现，我操，真的是不一样。这个国家，这个城市真的是，我现在得快点走到下一个地方，因为我怕它又要下雨。再下雨就又要等个15分钟。我现在很饿，而且我想早点回去洗衣服。洗衣服呢，它那个洗衣机它是要投币的，而且不能投1块，得投25美分。就它这儿的当地的那个 court， 我也不知道还是美国那个，反正就我得去换点零钱了。哇，这碎羽毛、小羽毛丝还是挺难受的。又让我想到呢，你看前面霓虹灯那么大一块树的屏幕在前面，有点像是时代广场。我这次好像在纽约连时代广场都没去，因为实在是太冷了，包括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太好。那很多像高线公园、时代广场，包括那个跳楼的那幢楼，好些地方都没有去到的，挺可惜的。下一次吧，下一次还再去。那我是真的最近觉得有点孤独，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有机会能多一个人陪我一起玩，然后或许带家人一起来就好了。KFC 原来不是在那个灯牌下，我刚才远看好像还以为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呢。OK 哦，靠背啊，旁边还有个必胜客，这个必胜客是活着的吗？好像是开着的呢。百盛双店齐开。哦，不对，这个是转租出去了。哇，生意不好吧？来到一家叫 Pure Chicken 的店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应该还是吃鸡的吧，但是感觉稍微高级一点，因为对面是肯德基，我真的不想再去肯德基了。
那这家它是窗户外面都在冒热气，就是看不清里面是什么的一家奇怪店。我开头以为是赌场，很搞笑。这家卖鸡店，他说鸡卖光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发现了，周围其实就是一个偏市中心，就是怎么说高档的那种，有点像 CBD 和华尔街，我不知道那种金融的那种地方，就特别高级。然后但是平民就普通餐厅。就接地气的都没有，就是上来就是那种龙虾，倒是看到1家2家，还有星巴克这种怎么去吃嘛？没办法了，这样子又得 KFC。这是不是华为的广告？我的荣耀。但我在这儿又找到2家店，一家是韩国餐厅，还有一家这个是什么？反正那个中美洲餐厅嘛，那边还有个韩国的那个饮料店，我看一下，这里人很多。Hotel Re Plaza Panama， 看起来是个很厉害的酒店。哎，这地方拍张照片很漂亮。最后我想说的一件事是，酒店这种插门卡的永远都会坏掉，我每次都要再跑下去搞一趟。做人真是好累，又搞9点钟还没洗衣服，那明天洗一洗。但是我很惊讶的是 ，Papa John 他竟然给了我2个整整的披萨，太爽了吧！这个太便宜了。是 Papa John 救了我，救我狗命。The next morning. 又到了这个112号线的转乘站，但是我发现这儿有个贡茶。好，我要去买一杯喝，如果找得到的话。已经喝上了，我要评测一下这个奶哦，它是豆奶，他们这儿主力奶就是豆奶，不是这种茶奶，当然也有选项，然后它珍珠很好吃，这样更小一点。我昨天是没想到这儿还有巴拿马还有珍珠奶茶，我以为过了墨西哥就结束了。然后就是突发奇想搜一下，发现真的有哦。然后我顺便我一般都会喝贡茶和 Coco 嘛，这2个会比较稳定。然后我去搜了一下他们的官网，贡茶呢在洪都拉斯还有一家店，我真他妈震惊地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换乘人流。相当夸张，没机会了，这就是我最后一杯，在美洲的最后一杯奶茶。这已经是我短期内第3次来这个托库曼机场，我真的是不想再来了。值得吐槽的就是我的登机口每次都是在最2端的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运气都特别差，每次要走很久。And 我刚才发现，就是昨天洗衣服那个老爷子跟我聊天也是，就给我狂推中国的那种短剧，你知道吗？网络短剧、爽剧给我看，我真的是中美洲的人，我怀疑他们很喜欢看这个，有点被洗脑了。我在这里也买到了这个版本的，它是褪色版，感觉是个假货。